最近很多朋友们通过参加标准化的考试，不管是 SAT 还是高考，去走进高等学府，去接受高等教育。那高等教育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哈佛大学的校长曾经就说，高等教育的意义之一就是让孩子们去了解整个世界，因为未来孩子们所生活的环境一定是需要跟来自各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种族、不同的生活习惯、讲不同语言的人一起去生活、工作、去沟通、去交流。协作甚至领导，那么孩子们去学习整个世界，成为了他们大学高等教育的必修课之一。之前读到的一篇文章就说，当孩子们走向整个世界的过程中，他们不仅仅是看到了，这些国家它的马路上的标识不一样，他们的食物的味道不一样，还看到了不同国家的人，他们的生活习俗、他们的文化、他们的宗教信仰，他们的这一切的不同，其实都丰富了孩子的内心，让孩子们放大了眼睛，同时呢，也让孩子们的心理更加的坦荡，更加有包容性。孩子们在未来可以更容易的去理解不同，能去接受和包容不同，并且呢，在这基础之上找到有什么共赢的机会，怎么样带领大家一起去发展。那世界教育就是哈佛校长所认为的高等教育的目的之一。第二点呢，是说到耶鲁大学的校长，他曾经说，如果耶鲁大学的学生毕业后居然掌握了一项特别具体的技能或者知识，这是他们教育最大的失败。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高等教育并不是教给人们如何去解决一个问题，如何去记住一些特定的知识，而是说一种叫做通识教育 liberal education。 它的精神是说，通过完成高等教育，使得这个孩子或者这个人，他在一生的过程中可以不断的去学习，不断的用自己的好奇心，用自己的内驱力去发现问题，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式，去推动各行各业的发展，并且找到自己人生的方向，找到自己的热爱，实现自己的最大价值。所以在这一切之上，那么大学里面所学的某一项具体的技能或者知识，它其实只是一个手段，而不是最终的目的。那说到第三点呢，就是哈佛大学的幸福课教授曾经分享，第一，我们来自于的幸福感主要来自于内心，而非外界所给予的不同的评价、不同的认可。那么最重要的是，幸福是来自于内在的。第二呢，是说要学会失败，怎么样从失败中去汲取经验，运用到下一次的尝试中。第三是说，接受你自己是不完美的。每一个人，他不论是自己的自身成长，还是财富积累，还是对于其他事情他所感兴趣的事情的影响力，都不是一条线性的直线上升的轨迹，而是一个曲线上升，有上有下，也有的时候升得快，有的时候升得慢。认识到这一点，去接受自己当下的每一个状态，去学会享受当下，而不是为了去某一个未来的某一天，这一天也许是高考结束，也许是找到工作，也许是工作升到某一个理想的职位，也许是买了某一样的豪宅豪车，甚至是为了几十年后的退休而去过每一天。我们过每一天的目的就是为了今天而过好每一天。当今天结束的时候，我们的感受是完整的，是满足的。下一点呢，就是说我们的幸福感来自于亲密关系。这个亲密关系包含了你的最接近的家人、朋友，去有意识的去投资自己最宝贵的时间在这些关系中。然后呢，就像工作中人们说，人们不在意你知道多少，而在意你是不是在乎他们。同时，从对孩子的教育角度上来说，也是这样。想让孩子感受到幸福的生活、幸福的童年，首先我们要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幸福的生活。在夫妻之间要是一个幸福的状态，是一个快乐的状态，这个时候孩子们才能感受到他的生活、他的原生家庭是非常的快乐、温馨与幸福的。那么综合哈佛大学的校长和耶鲁大学校长的分享，其实本质呢是说，高等教育并不是在于传授知识本身，而是去教给学生们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可以让孩子们受益终身，是在一生的过程中不断的用
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方式去审视自我，去思考，不被繁琐的生活所不断拖拽着走，而是说呢，保持清醒，去想好自己究竟要走的路线是什么，并且呢，能够找到这种人与人、人与环境与大自然的这种平衡的关系。那么我们这次看的学校叫做 Green School， 它刚好就是在这些点上，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实现。也就是说，它第一非常的国际化，让孩子们可以跟各国的家长、各国的孩子一起去成长。第二呢，就是这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环境，让孩子从小就知道怎么样去与自然平衡的去相处。 Green School， 看这里学校一切都是原生态的。我想上学校。你想在这里上学？你看，这就是米达的学校 Pre-Kindergarten。看，这里是 Yoga Studio 练瑜伽，然后另外一边是他们的高中。哇，这条路很酷哎！看这房子的房檐全都是稻草。哇，这边的房子那么高，是用竹子做的。米达，冲厕所。那米达，看，这里介绍说呢，这个洗手间是不用水的，每年节省6万升水。看这边还有小牛，他们在吃饭。看，这是他们的农田。It's rice？ 啊，这边就是水稻。哇，大竹子。一直在爬山，在这里上学，很锻炼身体。看，这是中学。Because here we encourage people to practice mindfulness, and this is the way we remind the community to be mindful with whatever they do. We try to involve everyone in the community. We try to involve students, giving after-school activity for parents, giving Indonesian lessons. We also every Thursday have talks and workshops at the bridge, which is a parents' co-working space. And we also have after-school activity for the staff. We have aero dance class, we have Zumba class, and we have also yoga class. 走吧，米达。哇，我们要走过这扇门。好，谢谢米达。写的很感激 ，Thank you for sunshine, Thank you for rain, Thank you for joy, Thank you for pen. It's a beautiful day. 说这边呢是一些课后的 after school program。他刚刚解释呢，说那个锣每天会敲3下，然后呢提醒这里的学生要感激人们所做的捐献。就像我们刚刚看到的牌子一样，每天都要感激不光其他的人，还有大自然所赋予我们的一切。哇，这里是足球场。旁边呢就是一座很特别的建筑，是什么呢？走过来看一下，这是一座室内的篮球场。Water that is caught here is distributed to water the plant around the school. 这些雨水收集起来以后，就会用来浇灌刚刚我们看到学校里的各种植物。这个体育馆的介绍呢也是非常的特别，说虽然这里很炎热，但是在里面呢我们可以感到阵阵的微风，因为它的结构设计会让里面的风流动得更快一些。米达和周周已经和这里的小朋友一起玩起足球了。
刚刚工作人员介绍呢，说他们其实都是家长，孩子在这里上学，然后呢，课后节目家长也会练一些本地的乐器。看所有的乐器其实都是原生态的，都是木头做的。That was awesome. Where were you guys from? Everywhere. What country? Australia. India. US. France. Wow, that's awesome. Thank you. It's kind of like an e-money system in green school. So even though the building looks like all bamboo, all natural, but we are also like tech integrated at grade school. It's actually the end of the trip. 哇，看正说着话，突然就下雨了。这里，这里有非常多的棚子可以用来避雨。Oh, you gotta give. 那么像今天我们看的这所举世闻名的非常特别的学校叫 Green School， 它的学费是多少钱呢？我们查了一下，今年的学费呢是1亿6千万，对，是1亿还是10亿？我数一下。1亿6300万印尼币，那就是11000美元。这是比我们之前在太谷看的学校又便宜了将近一半啊，每个月可能才900美元左右。但是这所学校呢，就像今天我们问的，在场的一些孩子的家长，他们真的是来自各个国家，然后呢，选择搬家来到这里，搬家来到巴厘岛，然后呢，有一些是退休，有一些人呢是远程的工作。那么孩子呢读这里的一所非常具独特。所有的理念也独特，然后呢，教学环境也独特。第二呢，又非常国际化的一所学校，让孩子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一个国际化的环境中成长。每天呢，又有海岛的风景，又可以去沙滩，又可以进行有各种各样的活动可以做，所以这也是一个很有趣的选择。最近刚好是国内结束了高考，所以我们正好也发一篇跟教育相关的故事，同时也聊聊我们当时的学习经历。其实有2个点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一个是究竟什么是好的学校，还有一个就是高考这个话题所引发的一些人生分享。那首先刚刚看到的这个学校我引发了究竟什么是好学校的一些思考。比如说这个国际学校绿色 school， 特点非常明显，就是它其实在这个环境的设置中就已经打开了传统的一些思维定式，让人置身于森林里面，同时跟大自然非常融合，在这个环境中去学习，是不是一种很滋养的状态呢？我记得 Elon Musk 曾经说过，其实他觉得现在的教育其实是有很多弊端的，比如说他把人的能力限制在这个年龄分段里面，还有就是他让学生们呢更多的是去学一些 fact 事实，学习使用工具，而不是先去考虑一下究竟问题在哪里，去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所以我觉得像 Green School 这样的学校理念也是给了我们一个可能性就是究竟什么样的学校是好学校，什么样的环境是适合滋养孩子们的好奇心，让他们在生活中自然就学习了呢？那第2个想分享的点，就是因为刚好结束了中国的高考，我也想聊一聊我当年发生的故事。其实我一直都是学校里面比较好成绩的那一位好学生，但是呢，我就经历了经典的高考失利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回望过去，就觉得这件事情其实对我来说是因祸得福的，就让我可以踏出我原来以为的一个舒适圈，然后发现人生的其他可能性。那个时代呢，其实还不太流行美国高考，我那个 SAT 都是在新加坡考的，那个变动迫使我踏出舒适圈的这种变动，也让我进行了一些人生的可能性的思考。究竟什么样的路线是适合学习的？究竟什么样的环境是适合保持好奇心的？这些其实都是由于变动而促成的一些人生的另一种探索。那我觉得现在回望过去这些不太好的故事，不太好的事故，其实也许都是一种变动的机遇存在。也希望大家呢，当然希望所有的考高考的小朋友们都能考出自己理想的成绩，但是同时也要保持一个心理的疑问就是我们究竟为了什么学习，哪一种方式是真正适合我们学习的？考上大学绝不仅仅是高考的唯一目的，也不仅仅是人生的唯一的学习目标。